原来清洗纱窗的方法这么简单，不用费力拆卸，就可以轻松把纱窗清洗干净，一点灰尘污渍都不留，方法真是实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家家户户都有窗户，夏天的时候，为了防止灰尘和小虫子飞进来，我们都在窗户上安装纱窗。安装了纱窗确实方便，但是清洁纱窗却比较麻烦。一般情况下，没过几个月，纱窗上就布满了灰尘。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每天都需要开窗通风，这样纱窗上面的灰尘就会被吹到室内，或者飘落在家具上面。所以纱窗也是需要经常清洗的。我们需要调制一款清洁溶液，用到物品也很常见。我们拿个喷壶过来，在里面滴上几滴洗洁精。洗洁精有很多的去污作用，可以清洁纱窗上面的一些灰尘、油渍。倒入适量的白醋，白醋可以软化一些顽固污垢，这样在清洁起来的时候会更加方便。然后再滴上一些风油精，风油精的气味比较特殊，而且还可以驱赶一些蚊虫。加入风油精来清洗，还可以防止蚊虫靠近纱窗，从纱窗缝隙处爬进来。风油精是家中必备的一种药，特别是夏天，如果你不小心被蚊子叮咬了，那就在被叮咬的地方涂上风油精，可以起到止痒的作用。头痛的时候也可以涂抹在太阳穴上，也能起到缓解的作用哦。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里面的溶液稀释一下，摇晃一会，把里面的溶液完全混合在一起，这样就可以拿来直接使用了。先拿出一个一次性口罩，这里有一根铁丝，我们从一端开一个小口子，把中间的铁丝抽出来，避免它在洗纱窗的过程中将纱窗划破。口罩两边的挂耳绳也要剪掉，口罩一般都是无纺布材质，柔软却有一点点韧性。而且由于之前健康的原因，家里面多多少少都会囤一些口罩。有一些口罩还没有用就过期了，而这些已经过期的口罩其实是可以废物利用，拿来做家居清洁的。口罩准备好，我们就可以拿它去清洁纱窗了。用喷壶把整个纱窗都喷洒一遍我们自制的溶液，静置20分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了。拿出刚刚准备好的口罩，口罩来当做清洁工具，直接在纱窗上涂抹，力气不要太大，否则的话很有可能将纱窗摁坏掉。擦的时候口罩明显颜色已经有点变化了，口罩已经变得脏脏的，这全都是夏天积累的一些脏东西，除了灰尘，还有一些油脂，甚至还有4、5月份飘出来的那些杨絮、柳絮还粘在上面。夏天的蚊虫是比较多的，如果把窗户全都打开，那蚊子就会趁机飞到家里，什么时候被咬上一个包都不知道。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将纱窗关上，这样既可以防蚊虫，又可以通风。不过问题又来了，窗户一般我们都很少清理，可能逢年过节才会集中打扫一次，这样就导致纱窗上积满了许多灰尘，这样透风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。遇到这种纱窗积满灰尘的情况，不少朋友肯定会用抹布去擦，但是又发现擦完之后，纱窗上都是棉絮，棉絮随着风飞来飞去，看上去就很不舒服。有些朋友为了让纱窗洗得干净一些，又会把它拆卸下来，这样确实可以彻底的清洗一遍，但是想要再装回去时，却要耗费好大的心力才能装好，确实是很麻烦。为什么要用一次性口罩呢？因为口罩是由无纺布构成，
所以比较柔软，在擦拭的时候也不会脱丝、粘棉，比抹布好用多了。擦拭过一遍之后，再用湿纸巾擦干净，把溶解出来的灰尘污垢都擦掉，这样纱窗就干净了，非常的明亮透气。用清水冲过之后，这纱窗再摸起来，上面就没有那种脏脏的感觉了。之后找一块干的抹布，把上面的水分全部擦干。这样擦完之后，纱窗基本上就是一个干燥的状态。将纱窗上面的脏东西全部清洁干净之后，也更加有利于空气流通。等到3、4月份杨絮和柳絮飘过之后，纱窗上也会有一些残留的杨絮和柳絮，到那时您可以再用同样的方法把纱窗清洁一遍，这样就再也不怕耽误家里开窗通风了。打开之后给您对比一下看看效果，没有刷过的地方擦完之后特别的黑，擦过的地方依然可以保持洁白。或者是有粉尘过敏的人群，一定要注意纱窗的清洁。除此以外，纱窗下面的这个排水槽也要将其清洁干净，因为下面也经常会落入很多的灰尘，清洗干净之后我们再来使用，就不会有那种非常重的尘土味了。而且这里面一旦滋生了很多的灰尘脏东西，再加上一些水，特别容易发酵，并且在里面形成难闻的异味。如果水比较多的话，还会有一些小蚊虫在里面产卵，这样对于我们夏天的生活是非常不利的。纱窗下水槽这里会有2个排水孔，一定要确保这里的排水孔是畅通的。排水孔一旦堵塞的话，里面的水分流不出去，在里面积累的时间长了，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异味。现在不管是纱窗还是下面的这些水槽，全部都清理干净了以后再来开，就不会出现异味了。看到这里，然后在清洗纱窗时，不用那么麻烦的把它拆卸下来了，只需要用自制的清洁液和口罩去擦洗，很轻松的就可以把污渍擦下来，还你一个干净如新的纱窗。夏天打开窗的频率会更高，清洗过后的纱窗更加透气了。朋友们是不是也没有想到，简简单单用一个口罩就可以解决家里面纱窗难清洗的问题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和您分享到这儿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个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